这个刚才董老师说哈，这个中国的决策常常是左右摇摆哈，这个我100%的同意。我先讲一个我个人的经历，10几年前我还住在美国，那个时候啊，我认为中国的言论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哈，所以即使是在这个像新华网啊的发展论坛这些官办媒体的这个论坛，那个时候还没有社群媒体嘛，所以这个大家最重要就是上论坛。那个时候的论坛，我记得中国网友当然你要直接批评共产党这个还是不太行了，但是呢，你批评各式各样的生活时政还是 OK 的。我记得那时候大家论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高校教育，然后这个中学教育对这个英文的要求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那个年代因为当时候呢，就是你这个高中生毕业要进大学要考就是这个大学毕业要4级通过嘛，然后呢这个研究生要6级嘛，那这个是那个时候的要求，然后这个所以呢所有的这个重点学校就是从中学开始这个对英语的这种加强，出的那个题目是刁钻甚至很多还说拿给这个美国人看都不一定写得出来，都常常还考不了满分这个所以当时这个比较右派，在中国讲比较右派的人就批评你这个简直是走火入魔，完全是这个过了头，而且呢也助长贫富差距嘛，因为你如果要小的时候就强化英语的基础恐怕你家境也是很好的如果你这个比较弱势的家庭或什么，你只靠学校教育那通常这个是不容易学好的。然后这个左的这些支持政府的这个网友反而还说英语就是这个科学发展的重点嘛，这个通往世界的桥梁嘛，这个邓大人说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你现在中国要发展科学技术，能不强调英语吗？等等等等等等，反而是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比较自由派的、比较右派的人认为这样学英语没有必要、没有道理，专业的人去去读，然后呢大量的翻译给一般人就可以了反而呢是比较左的、比较支持党、支持政府的，认为这样才是对的这个学一点英语都有什么问题了，还谈什么其他结果现在反过来了这个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个现在上海市委通过这个概念其实在上海或者是大都市借由从小开始学英语造成的严重的贫富差距跟这个社会阶层分化这个在中国内部是已经批评非常久了所以他现在来讲其实我认为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不要这么执着于偏重于英语的教育其实呢也不见得是一件纯然的坏事因为我看他现在高中、大学的这个考英语、考研的这种英语的门槛并没有降，也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说真的就不要学英语了，他只是说不要那么小就在这种奥运式的竞逐式的学英语这点我认为纯粹就教育的角度来讲我还是觉得可以比较予以肯定的啦。但是当然呢，这个后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小就英语开始学了老实说，以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恐怕很多就是打算准备要出国了甚至说就是这个接触外国的资讯、外国的媒体总是比较容易，虽然还是要翻墙。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思想或者是脚步的控制。我认为这个也不无可能，特别是你从小英语就很好，你就可以留学，可以出外配合像刚才讲到的你这个限制发护照。等于是一种新一步的，就是不要让大家往外走这样连起来呢就顺理成章了。所以中国的事情常常要多面看。那这个不学英语呢，他学什么呢？现在看要学这个习近平思想了。这个习近平思想，这个倒是一个中国新的这个政策一个思想改变的一个先声了因为呢过去不管怎么样就是邓江湖时代都还没有强调说要把最高领导人的话从小学时代开始以语录的方式开始在学习我认为这一点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当然了，平心而论就我个人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我以前住在澳洲的时候还特别呢写了一些文章就是去考察说的中国的小学教育不管是语文方面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我还特别去这个雪梨的这个书店去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小学的这个课本来比较一下当然也有它的长处，当然也有它思想的部分。那个时候呢，其实思想部分这种意识形态部分是有在减少。
看得出来的。啊，现在看来又好像又走回头路了。啊，其实以中国的教育来讲，哈，学习近平思想哦，是绝对要比学英语要来的简单啦。啊，就是这个背文本。好，说老实话，以中国的应试教育的能力，不管是学生或老师哈，这个负担不会太大的啊，一定可以很容易考得满分的。好，反而是学英语，因为一个语言的学习学海无涯，老实讲没有止境的，你要出再难的题目都出得出来的。好，但是呢，你现在学这个习近平思想，老实讲哈，对于一些比较中弱势的学生来讲哈，可能还比较轻松的，因为就背文本嘛，啊，认真学习啊，也都是中文的。那习近平思想啊，老实说呢，他的这个语录呢也有个限制，不像毛泽东全集5、6大册哇，这个习近平再怎么样好，习语录还没有到5、6大册的地步。毛泽东啊，兴其这个之所来啊，诗词啊，这边提一个啊，那边做一个。习近平至少我还没有看过他作诗作词了，还没有。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哈。中国的现在的这状况，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左右摇摆，第二啊，他现在很多政策哈，常常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就是说党做什么事情哈，只会叫好，一定都有多重的作用。啊，多重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啊，其实是也越来的越多元化了。好，虽然这个大家这个知道党哦，还是希望大家都听党的话，学习党的这个教育，但是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一定是越来越多元化。好，所以呢，你说学英语啊，这个不学英语各有好坏。好，学习近平思想，老实说呢，啊，这个也各有好坏。虽然是意识形态思想控制，可是也减轻了一些负担嘛。无论如何，学习近平思想绝对比学英语要来的容易啦。啊，当然学近平思想是没有跨足国际的这种功能。可是对一些弱势的人来讲，老实讲，他们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跨足国际。所以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所以呢，好，将来中国共产党哈，它的这个统治哈，是不是还能够像过去一样，一个命令、一个政策就能够收到一个他所要的效果？我认为哈，这个是越来越大的挑战了。